2024年，拜月女叶成晨终于被注射死刑，前男友透露她生前诡异习惯。被注射死刑前，她的心里在想什么？后不后悔？说她精神不正常，她却懂得害人，爱情但没有爱心。说她谋财，张波不比生活在印度贫民窟的人好多少，兜里比脸干净。唆使男友将2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抛下高楼。晚上不做噩梦吗？叶成晨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前男友现身说法，揭开了秘密的一角。原来叶成晨还有一个怪癖：三封求救信都成废纸。小雪化名和小虎化名的外公外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成为法院允许旁听的7个人中的2人。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1年多。这是2审，1审已经判死刑。没想到凶手竟然还想死里逃生，所以又来到了2审。尽管张波是2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然而手段残忍，毫无人性，不足以原谅，否则没法像在火化时竟然无法闭上眼睛的2岁的小雪做叶成晨。2岁的小雪虽然不懂得人生的寒热冷暖、酸甜苦辣，但是她懂得张波是自己的爸爸，自己的爸爸竟然如此残忍，她无法理解。在2审前，小雪和小虎的亲生母亲陈美琳收到了张波写的3封亲笔信。张波被押在重庆市南岸看守所。第1封信谈了2个人以前的感情，第2封信表示自己很后悔，第3封信表示愿意赔偿。死到临头了，才想起过去的感情，才知道后悔，才想赔偿。一切都晚了，这种事情就不该发生。他如何下得了手？现在想逃脱惩罚，这根本不可能。张波以为自己能够在2审中变成死缓，然后变成无期徒刑，再变成有期徒刑。如果陈美琳签署了谅解书，或许还有是希望。不过陈美琳读完信之后，不想让张波活的心更加坚定了。在3封信中，张波根本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说自己非常后悔，很心痛，也没有交代详细的犯罪细节。现在所知道的犯罪细节都是他被抓以后在审查时交代的，是否还有遗漏，无法得知。估计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也不会说那么多。有的律师判断，即便是陈雨玲谅解了张波，有可能他也活不了。那么张波是不是想保住叶成晨？叶成晨多处催促张波实施犯罪，但是并没有直接动手。也就是说，2个人可能一个成为主犯，一个成为从犯。张波在叶成晨的唆使竟然能够痛下杀手，有可能他对叶成晨真的有一种迷恋，对他言听计从。有可能在临死的关头还要保住叶成晨，以维护所谓的爱情。不过有的律师表示，就这件事情来说，情节特别严重，手段极其残忍，没有叶成晨，张波未必能这么做，所以说叶成晨难逃惩罚。2023年4月6日上午9点30分2审开审，晚上10点整30时2审的庭审终于结束了。这个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庆姐弟坠亡案终于画上了句号。法院认为，张波和叶成晨2人将人伦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撕得粉碎，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影响。精神疾病之说子虚乌有。2人的主观恶性非常明显，后果极其严重，2个人实施了共同犯罪，没有主犯和从犯的问题，所以2个人都被判处死刑。令人气愤的是，2021年就做出了死刑判决。张波想让陈美琳放他一马不成之后，2审庭审中当庭翻供，而叶成晨也翻供了。张波表示孩子是意外坠楼，他没有摔死孩子。叶成晨表示，当时他只是和张波讨论了这个说法，并没有让张波这样做，而且自己当时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自己的精神病发作了，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警方随后出具了大量的证据，将2个人的狡辩打得粉碎。幸亏警方利用技术手段恢复了微信聊天记录，否则叶成晨还真的难以被定罪。这个女人相当狡猾，正是因为她的策划、逼迫、诱导，
才使张波于2020年11月2日在重庆南岸区锦江华府的家中，将2岁的女儿小雪和1岁的儿子小虎从15楼直接扔下楼。由于事先计划比较周密，确实没有其他人看到两人如何实施犯罪。被抓以后，张波交代，他是抱着2个孩子的双腿，同时从飘窗处扔到楼下去。警察在检查窗台的时候，也发现了张波的脚印，这个脚印是光着脚留下的。在窗框边缘还发现了小雪的掌纹痕迹，可能是在那里玩耍，或者被扔下楼时想抓住窗框时留下的痕迹。张波狡辩称，警方进行逼供和诱供，他才做了有罪供述。关键问题是，当时并没有目击者，警方如何设计方案来诱导张波进行有罪供述？张波太幼稚了，现在的审讯不是以前的审讯，现在审讯不但要求至少有2名警员在场，而且整个过程都要录音和录像。如果发现刑讯逼供，那么警察都要坐牢，谁敢冒这个风险？张波也太小看警方的技术手段了。尽管微信聊天记录被删除了，但是警方还是通过手机获取了大量证据。通过技术手段对张波的手机进行了检查，发现于2020年10月23日的时候，他就曾经2次通过搜索引擎百度查阅2孩同时摔到地上的内容。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查询会不会把2人直接摔死。结果11月2日就案发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当时又没有出现相关的新闻，他查询这种内容干什么呢？他说孩子自己在窗边玩，作为一个亲生父亲，不到3岁的2个孩子在那里玩，他不知道其危险性吗？窗是开着的。另外，为什么要删除微信聊天记录？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二审的时候，张波给陈美玲写的信也成了给他定罪的证据。他表示2个孩子是因为自己没有看好而跌落的，那为什么要写信请求原谅？这不符合常理。3. 前男友透露他生前诡异习惯。警方不但恢复了案发前的聊天记录，而且从2020年5月28日到案发时的聊天记录都被警方恢复了，多达17557条。这些聊天记录只是叶成晨的手机上的聊天记录，这些聊天记录主要就是谈叶成晨不愿意和张波的小孩一起生活的事情，要求张波赶紧杀死2个小孩。实际上当时这2个小孩被判给了母亲，张波只是代替他照顾一段时间而已。没想到叶成晨竟然容不下关于叶成晨说自己有一些精神疾病的说法，有关部门对他进行鉴定，最终否定了他的说法。其家人也没有精神疾病，也做了鉴定，所以精神病隐性遗传后突然发作的情况也不成立。叶成晨所聘请的律师认为，警方提取的聊天记录不完整、不真实。案件发生在重庆，微信的公司在深圳，微信所在公司的数据存储在贵州。案发后不久，警方就提取了有关数据。如果警方想篡改数据，必须去找腾讯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恐怕并不容易，警方要提取数据，相关公司必然配合，要想篡改数据，恐怕相关公司不会同意，因为这会让相关公司背上法律官司。至于微信不完整，这不是警方造成的，这是叶成晨删除微信引起的。如果他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删除呢？况且已经提取出的证据足以证明叶成晨是犯罪分子，不需要再补充其他没有用的证据。有一句话叫做大难临头各自飞，叶成晨和张波这对狗男女在2审的时候，发现都可能活不了后，叶成晨对张波发起了攻击，想保住自己的命。他说自己被张波强奸了，心中有恨，言外之意，他是恨张波而要报复张波。恨张波，那是跟张波之间的纠纷，不应该对2个儿童下手。不知道叶成晨聘请的律师吃了什么药，好像脑袋出了问题，在2审的时候竟然问张波2个孩子的智力是否有问题。智力是否有问题与这个案件有关吗？如果智力有问题，就应该被杀害吗？现在这个案件已经画上了句号，2024年叶成晨被执行死刑。可以说，没有叶成晨，恐怕张波不会下手，叶成晨是主谋，是幕后真凶。
叶成晨到底为了什么要杀害这2个孩子呢？叶成晨具有大专学历，在企业工作，在和张波相识之前，曾经交过一个男友。因为这个案件的发生，叶成晨的男友也被挖了出来。据她的男友表示，每天晚上叶成晨都会穿着白色衣服，在天台上对着月亮3拜9叩，时间为半个小时。看过不少书籍和电影的叶成晨男友觉得叶成晨很可怕，所以说才与他分了手，这完全有可能。